我操！游隼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老鹰还没看清对手是谁，便被抠下眼睛，当场坠落。游隼堪称猛禽界的手术刀，杀鸟于无形，杀兔子也仅在须臾之间。对于小型猎物，几乎做到了一击毙命。绿头鸭还没发现危险，便被一刀封喉，躺地上奄奄一息。游隼巅峰时速389公里每小时，比高铁还快。来无影去无踪猎杀方式被网友称为超音速导弹。倒霉的鸭子根本看不清什么东西飞过，就被左一刀右一刀，脑袋一刀连捅3刀，直至躺下的一刻都死得不明不白。体型大几倍的白头海雕看到它就是慌的一批。狡猾的狐狸被偷袭就是摔个狗吃屎，凶猛的花豹脑袋被敲也只能是骂骂咧咧。游隼具有非常强烈的领地意识，加之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，但凡闯入其领地者虽远必诛，称他为空战之王，简直实至名归。美洲豹刚出门就发现了树上挂着一只树懒，于是迫不及待就要冲上树进行抓捕。树懒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爬往制高点，而美洲豹则凌空一跃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以为这下树懒即将就要命丧爆口了。岂料关键时刻，树懒竟拼命摇晃树枝，准备把美洲豹摇下去。美洲豹慌的一批，被吓得赶紧退往树下。谁知树懒摇晃过猛，导致树枝折断掉进水里。好在美洲豹已经逐渐走远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毕竟美洲豹作为南美洲最强王者般的存在，环境因素造就了它一身超乎寻常的水下本领，而依仗着这项技能，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目标。这也导致岸上晒太阳的鳄鱼都尚未洞察周围的危险，瞬间就被水里突然冲出的美洲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别看这条鳄鱼体重200来斤，加之惯用死亡翻滚，简直实力不容小觑。但美洲豹仅是略微出手，就能让它老老实实。美洲豹不单咬合力极为出众，近身肉搏所展现出的强劲爆发力更是每次制胜的关键所在，仿佛每一口下去都能让鳄鱼皮开肉绽。鳄鱼并非无路可逃，还有死路一条。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倒霉的猎狗，它本想捕猎陆龟，结果被陆龟咬住舌头，疼得哇哇大叫。挣脱后，猎狗扭头又跑去捕猎斑马，不料被2记无影脚直接踹翻在地。猎狗一脸不服站起来，又继续招惹斑马，怎料下一秒又被斑马的无影脚踢到晕倒。猎狗既吃不记打，刚醒过来就想欺负一下性格老实的羚羊，不料羚羊下手比斑马还重，一脚就将它踹飞出去。没了办法的猎狗只能沦落去偷鸟蛋，结果被鸵鸟发现，又是狠狠一脚。猎狗心有不甘，竟然打算把大鸵鸟拿下饱餐一顿，后果显而易见，被鸵鸟趁机一脚踢到怀疑狗生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猎狗准备欺负夏洛丹的小象，不料被大象冲出来瞬间顶飞，猎狗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这次仗着狗多势众，想把小狮子抓来吃掉。雄狮十分机智，立刻把小狮子托付给车上游客，随后放开手脚与猎狗火拼，结果雄狮杀回来，所有同伴都跑了，留下的倒霉蛋猎狗直接就被按在地上狠狠教训。雄狮也不解决猎狗，而是把它从4驱改成2驱，当成玩具一样游街示众。猎狗实在是太惨了，我操！招惹大猩猩的后果有多严重？贪吃的花豹看见小猩猩就想抓来狠戳一顿，没想到大猩猩发现后立马冲过来，拽住花豹就是当场一个过肩摔。被揍的花豹很不服气，居然跳到大猩猩的后背搞起了偷袭，结果大猩猩的怒火彻底被点燃，锁住花豹就是狠狠手里干，随后揪住花豹的尾巴使劲甩飞了出去。倒霉的花豹直接就被摔成了残疾豹。嚣张的雄狮还以为大猩猩好拿捏，再次对小猩猩发动了偷袭，不料大猩猩远比雄狮想象的要可怕许多，不断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猛砸，这把雄狮锤的是脑袋一阵嗡嗡作响。眼看不是对手，雄狮还想拔腿就跑，结果被大猩猩硬拉回来又收拾了一遍。大猩猩的实力真是强的可怕，动物园里的雄狮一样是被大猩猩锤的没有一点脾气，不论是水里的皮鞋鳄鱼还是战力爆表的老虎，只要是小猩猩被欺负了，森林之王来了，大猩猩也是照锤不误，利用灵活的四肢配合强壮的身体，把老虎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这只羚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，眼看野犬就在前方，羚羊非但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逃跑，反而朝着野犬方向径直冲去。碰上送上门的猎物，野犬岂会轻易错过，连忙拉近距离咬住羚羊的大腿，火力全开。吃痛后，羚羊才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野犬出手向来狠辣，似咬着羚羊大腿，便是要让其丧失逃跑能力。羚羊嗷嗷大叫，痛苦不堪，一个劲儿的拼命挣扎，似乎想要摆脱野犬逃进水里。显然野犬并不会让他如愿，每当羚羊靠近水域，野犬就会使出全力进行拉拽。或许野犬也十分明白，一旦被羚羊逃入水里，那么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化成泡影，
毕竟水中还有埋伏已久的鳄鱼尚未露头，导致双方在河边持续拉扯，久久僵持不下。不过羚羊的体型相对会比野犬大许多，而羚羊也正是占着这一点，才有机会从野犬口中逐渐退回水里。眼看羚羊即将从眼前逃脱，野犬也非常着急，可不论如何使劲拉拽，都无法将羚羊拖上岸。最终羚羊就这么靠着一身蛮力脱离犬口，逃出升天。不得不说，羚羊此番遭遇实在是太惊险了。疣猪霸占水源，不给任何动物饮用。看到一旁野鹿蠢蠢欲动，疣猪果断给予獠牙警告。然而野鹿似乎很是口渴，选择了再度靠近。岂料疣猪蛮不讲理，扑面而来，发起试探性的攻击。碰上如此蛮横的疣猪，野鹿无可奈何，只好悻悻离去。喝饱水的疣猪精力旺盛，每天不是在装杯，就是在装杯的路上。眼看十几只野狗朝着自己走来，疣猪一反常态，非但没有丝毫惧怕，甚至提着一对大獠牙冲上去，就要给野狗一点颜色瞧瞧。疣猪盛气凌人的态势，令一群野狗当场刮目相看。本想吃顿猪肉的野狗，或许对疣猪的獠牙也有所忌惮，竟眼睁睁看着疣猪装完杯后扬长而去。装杯上头的疣猪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径直走向秃鹳，打算再装一波。殊不知秃鹳也绝非省油的灯，靠近疣猪之后，立马扇动翅膀展开吓唬。刹那间，几只疣猪也被吓了一跳。得逞的秃鹳顿时上头，三番五次的挑衅吓唬疣猪。懵逼的疣猪一脸懵逼，没想到自己装杯一辈子，今天竟然被秃鹳出尽风头，狠狠装了一波。经历此事，估计以后疣猪再也不敢在秃鹳面前装杯了。这只乌鸦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竟明目张胆闯入有隼老巢偷蛋。殊不知乌鸦即将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正当乌鸦吃完一颗蛋，前脚刚走，狩猎外出的有隼后脚便飞了回来，发现巢穴里的蛋被吃了一颗，有隼当场勃然大怒，气愤地叼着半边蛋壳走出巢穴，心中暗暗发誓务必要让罪魁祸首血债血偿。很快有隼便找了一处制高点，等着偷蛋再出现。果然尝到甜头的乌鸦趁着有隼外出再次前来行窃，而恭候已久的有隼也立刻折返，走进巢穴的一颗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乌鸦不是对手，被暗地上一顿摩擦，见局势不妙，乌鸦选择趁机飞出巢穴，而有隼则尾随其后。结果乌鸦还没飞出去多远，就遭到了有隼的攻击。掌握制空权的有隼是绝对的空战之王，乌鸦还想飞上高空，从有隼眼皮子底下偷溜，不料却被两个爪子掐住脑袋，牢牢拿捏。落地后，乌鸦仍在做着殊死抵抗。然而杀红眼的有隼根本不给他有喘息的机会，抱着乌鸦脑袋狠狠猛啄脖子，这让乌鸦疼得顿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拼命挣扎。尽管此刻乌鸦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短短时间内偷蛋贼乌鸦便为自己鲁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我操！注意看，一只小猴子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个打火机，误以为是游客落下来的饮料，于是连忙递给猴妈，准备将其打开品尝一番。小猴子兴奋不已，跳到后面树上就等着喝饮料，而猴妈也赶紧上嘴直接开咬。透过猴妈的举动来看，仿佛早已迫不及待要将此物打开一饮而尽。殊不知猴妈很快就会为无知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见猴妈研究半天没有任何进展，幼崽也是猴急的。虽然猴妈不知道怎样才能拆开此物，不过远道而来的游客经常都带着饮料上来喝。尽管猴妈没有吃过猪肉，可好歹也是见过猪跑的，每天手持一瓶饮料上山的游客络绎不绝，这让猴妈也是记忆犹新。于是照着游客开瓶盖的方法进行尝试。猴妈似乎认准一点，只要打开瓶盖就能喝到里面的饮料。果然在牙齿的加持下，短短时间猴妈就拆开了瓶盖，瞬间开心的就要把饮料倒入嘴里。遗憾的是里面却是滴水未出。经猴妈仔细打量，饮料只剩最后一道防线，也意味着距离喝到饮料仅隔一步之遥。可猴妈龇牙咧嘴咬了半天，却都以失败收场。这把猴妈着急的当即就将打火机反过来，抱着大力出奇迹的想法使劲啃咬，结果下一秒他们心心念念的饮料瞬间砰的一声当场炸开。有了这次经历，估计猴妈以后再也不敢喝饮料了。若非视频拍下，真是万万不敢相信，带着2只幼崽的驼鹿妈妈竟冒着生命危险拦下了过往的车辆。见车辆试图从缝隙驶离，驼鹿妈妈连忙又堵到面前。驼鹿异常的举动令司机大哥很是纳闷，都说生灵拦路必有缘故，不是报恩就是求助，难不成驼鹿妈妈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见驼鹿妈妈堵在马路中央，露出异样的神情，像是要带着大哥去往某个地方。司机大哥心领神会，便由着驼鹿妈妈带路，直至到了一处河边，司机大哥才明白了一切，原来是他的幼崽不慎落水，被石头卡住了蹄子。为帮助小鹿脱困，大哥赶紧靠近上去，尝试把小鹿卡住的蹄子取出来。
可小鹿蹄子陷得太深，不论大哥如何变换角度尝试，都无法救出小鹿。为了防止遭受不必要的损伤，大哥联系了几个朋友前来帮忙。果然人多力量大，在众人协力配合下，小鹿终于成功被解救了出来。而河水长时间的浸泡导致了小鹿严重失温，暂时无法自己走路，加上路段崎岖不平，几位大哥唯有抱着几十斤重的小鹿接力送回草坪上。得救的小鹿处在原地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感谢着几位大哥的救命之恩。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但小鹿是属于大自然的，它也是时候该回到妈妈的身边了。救鹿一命，功德3000，愿小鹿往后能够平平安安，也祝所有好心人一生平安。眼镜蛇竟敢掏马蜂窝，下一秒就被千万只马蜂围攻。你绝对想不到眼镜蛇的结局能有多惨，原来这是一只爱吃蜂蜜的眼镜蛇，尝到甜头后竟一而再再而三的袭击蜂巢。然而这次袭击马蜂窝就出了意外，一口下去蜂蜜没吃上，反被一群马蜂围攻。眼镜蛇吓得拔腿就跑，晕头转向之下竟误打误撞闯入了蜂后巢穴。看到蜂后，眼镜蛇口水直流，一口就准备把蜂后吞掉，不料下一秒便被成千上万只马蜂爬在身上叮咬。眼镜蛇疼痛难耐，赶紧跑到附近水池尝试甩掉马蜂，好在马蜂怕水，上岸后便全部飞走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眼镜蛇也是没了办法，只好跑去捕抓狡猾的大耗子。大耗子拼命逃窜，看到前方洞穴还想钻进去躲避危险，不料竟闯入了红火蚁巢穴。红火蚁数量庞大，攻势猛烈，短短时间大耗子就被红火蚁爬满全身。眼瞅猎物被抢，眼镜蛇很是不甘，冲上去便准备将红火蚁一并吃掉。显然眼镜蛇还是低估了红火蚁的实力，只是眨眼的功夫，眼镜蛇身上就爬满了红火蚁，成千上万只红火蚁叮咬它每一寸肌肤，这把眼镜蛇疼得疯狂扭动身躯。可惜眼镜蛇的一切挣扎都是徒劳，随着几分钟过去，眼镜蛇就被啃出了骨架，惨，实在是惨。三头狮子试图爬往树上，将未成年的2只小花豹杀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会让狮子如此残忍，连弱小的生命都不愿放过？原来不久前，三头狮子来到了花豹老巢附近狩猎，考虑到幼崽的周全，花豹妈妈选择冒险前去引开狮子。哪曾想狮子没引开不说，反被团团包围。狮子跃跃欲试，不断上前攻击，便是要寻找机会对花豹的脖子进行锁喉。然而本能的求生欲驱使着花豹奋力挥舞爪子，阻止狮子靠近。可惜不论体型或力量上，花豹都处于劣势，仿佛随便一头狮子它都不是对手，何况现场还有2头雄狮坐镇，这完全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。但为了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崽，花豹也是拼尽全力给予狮子反击，只有这样花豹才有一丝逃生的希望。毕竟弱肉强食的环境下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有的只是拳脚比拼，适者生存。明显面对3头狮子强势碾压花豹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双方作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，教训或杀死对方是狮子的必然手段，特别花豹饥饿时还会狩猎小狮子，这也使得花豹即便被揍得嗷嗷大叫，狮子都没有罢手的打算。而花豹越是反击，狮子的攻势则越发猛烈，仅是短短时间，花豹就被轮番暴走，奄奄一息。狮子也不吃花豹，直接就是丢在一边，让其他动物来清理。随后将目光锁定在树上2只小花豹身上。小花豹出生至今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被吓得瞬间从树上掉下来。而狮子也不墨迹，抓来就是锁喉，将小花豹送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好在狮子没有对最后一只小花豹赶尽杀绝，否则这将会是一桩灭门惨案。这只羚羊实在是太不幸了，在怀孕10个月的时候不幸被猎豹擒获。此刻被猎豹锁喉的羚羊呼吸极为困难，透过腹部内侧蠕动的频率能够得知肚子里的小宝宝正在用脚踢踹。只可惜小生命还未见过世界，一眼就即将被扼杀在摇篮里。而猎豹想要拿下羚羊也绝非易事，不单单是羚羊的体型要比猎豹大许多，一旦给羚羊有起身的机会，局势很可能就会发生逆转。因此在羚羊还未彻底咽气之前，猎豹会一直死咬着对方脖子不放。显然猎豹不停气喘吁吁，想必狩猎羚羊期间也耗费了大量体力。可尽管身体已经疲惫不堪，但猎豹由始至终都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毕竟羚羊凭借装死逃出升天的事件屡次发生，在这紧要关头比拼的无疑是双方的耐力，就看谁能耗得过谁，笑到最后。显然猎豹深得锁喉功之精髓，直至锁喉了10几分钟，羚羊的犄角都没派上用场，仅是躺地上一动不动。而猎豹确定了羚羊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息，便打算一路拖着回家，与幼崽共同享用这顿丰盛的午餐。看到猎豹妈妈带回猎物，家中3只幼崽立马就靠近上前准备用餐。由于猎狗狮子随时都会闻着气味找来，因此一家4口必须在他们来临之前完成进食。
母狮外出狩猎，将幼崽交给了雄狮照看。然而习惯了自由生活的雄狮向来潇洒，哪里会是一块带娃的料？看见后方一群幼崽追来，被吓得躲都来不及。可年幼的小家伙们哪里肯错过折腾爸爸的机会，再次发起冲锋追上去，务必要将雄狮逮住陪他们玩。虽说雄狮在战场上都没怂过，但面对一群幼崽却被吓得比兔子跑得还快。要说雄狮可真不是带娃的料，为了不被幼崽纠缠，竟龇牙咧嘴展开吓唬，看似凶巴巴的样子，实则内心慌的一批。幼崽似乎并不怕他，跃跃欲试，不断尝试靠近。面对这群粘人的小家伙，雄狮完全束手无策，竟不讲武德的开始动粗。殊不知他即将就会为此付出代价，因为这些幼崽没有一个是吃素的。正当幼崽们锻炼半天爬树，逐渐感觉不到乐趣的时候，就跑来折腾睡午觉的雄狮。这把雄狮气得龇牙咧嘴，想要发飙，可下一秒就被幼崽教训得老实巴交。毕竟幼崽打又打不得，骂又骂不得，因为这群调皮的幼崽不仅非常能折腾，而且还会在母狮回来时告状，述说先前爸爸的恶劣行为。母老虎得知情况后，立马嗷嗷大叫，将雄狮这个死鬼叫到树下，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数落。瞅瞅雄狮那副耙耳朵的怂样，被骂得跟个孙子似的，不敢回怼。估计经历这次教训，雄狮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带娃了。这头呀成年雄狮已经进入猎杀模式，此时此刻发起冲锋，便是朝着前方一群水牛狂奔而去。危险来临之际，所有水牛吓得慌忙逃窜，雄狮则挑选了牛群之中体型相对较小的水牛发动猛扑。不过水牛力大无穷，奋力摆动身体，瞬间就将背上的雄狮甩了下来。为防止水牛逃跑，雄狮竟立马将水牛大腿紧紧抱住。亚成年雄狮明显作战经验不足，去抱水牛大腿无疑犯了兵家大忌。果然下一秒就迎来牛蹄的无情踩踏，尽管每一脚水牛都使出了吃奶力气，可亚成年雄狮似乎拥有极强的抗击能力，仍旧死死抱住水牛的大腿，怎么都不放开，导致水牛束手无策，选择回头采用牛角展开反击。这场博弈不仅仅是耐力的比拼，更是生与死的较量，可多数与狮子硬刚的食草动物几乎难有胜算。好在生死攸关时刻，牛群突然杀了回来。亚成年雄狮或许也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，倘若继续逗留，有可能小命不保，索性迅速扭头拉开安全距离。见雄狮逃走，牛群顿时士气高涨，一窝蜂追上去，似乎想将雄狮抓来教训一顿的态势。殊不知附近狮群成员正快速跑来支援，狮群势如破竹，牛群成员无一不胆战心惊，而跑慢的水牛自然也就成了替罪羊，沦为了狮群的囊中物。一只棕熊正在追杀雪羊母子，为防止被棕熊抓住，母子俩站在险峻的崖壁上暂避风头，这让棕熊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似乎在衡量生命与吃一顿饱饭哪个重要。思索片刻后，饥饿战胜了理智，棕熊选择冒险走下斜坡，下方可能是一失足就即将丧命的几十米悬崖。棕熊不敢怠慢，小心翼翼地往下走，生怕稍有不慎，小命就将交代一次。而棕熊距离的拉近，也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虽然成年雪羊拥有极高的攀爬能力，可是年幼的雪羊并不具备逃生的条件，甚至可能受到惊吓而摔落悬崖。此刻棕熊已经急不可耐，肢体动作及眼神反应都在透着满满杀意。雪羊为母，则刚不断跺脚，像是在驱赶棕熊离开。不过被饥饿冲昏头脑的棕熊根本没有想要离开的举措。棕熊是非常聪明的动物，来回踱步，持续变换着角度观察，便是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将雪羊母子拿下。这时雪羊也十分紧张，毕竟棕熊多待1分钟，幼崽就会多60秒的危险。雪羊是既担心又着急，一边担心棕熊到底会不会下来，另一边则着急期盼着棕熊快点离开，而一切的压力只能是靠着不停跺脚来缓解。好在棕熊观察了许久，似乎都找不到任何突破点，最终选择了放弃狩猎，就此离去。而雪羊妈妈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。这是蓝鹿捕抓水鼠的精彩场面。当发现水塘边有只水鼠在认真吃草，蓝鹿立即就进入狩猎状态，悄然无息地朝着水鼠靠近。作为啮齿类动物的水鼠警惕性极强，依仗远超于人类的听觉能力，感知周围高频声音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蓝鹿将动作放慢，缓缓前行，以确保狩猎时万无一失，给予目标致命一击。可惜脚下刚窜出洞穴的水鼠成了替死鬼，使得真正目标洞察危险，提前逃之夭夭。蓝鹿尖锐的会戳进水鼠脑壳里，无疑是致命的，导致水鼠没有过多挣扎就慢慢咽气。得逞后，蓝鹿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水鼠吃掉，而是叼着水鼠放入水里清洗。此举不仅是一种卫生饮食的表现，更主要能够洗掉水鼠表面的土腥味。可以看出，蓝鹿吃东西也是非常讲究，直至洗了3遍，这才抬起脑袋将水鼠一点点送入腹中，以为先前逃跑的水鼠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实际上，它就躲在蓝鹿脚下的一处洞里。
这让蓝鹿很轻易便察觉，并果断用尖锐的喙持续戳向水鼠。显然大号的水鼠生命力似乎更加顽强，被3连击精准命中，竟还能反咬蓝鹿一口，趁机逃脱。遗憾的是，还没等水鼠出去多远，又再度被蓝鹿戳中眼睛拎了起来。当然，这么大的水鼠，蓝鹿并不敢贸然吞下。倘若水鼠还尚存一口气，那么吞下去之后有可能会遭到反噬。不过蓝鹿十分的聪明机智，依旧使用先前的方法将水鼠丢入水里清洗，以此来试探水鼠是否还有气息。当再三确定水鼠已经没了任何反应，蓝鹿也就毫不客气地将其一口吞下。倒霉的油猪鹏鹏刚出洞穴就不幸被花豹擒住了，为了活命，油猪正奋力往洞穴方向撤退。只要被油猪逃回洞里，那么花豹的此次狩猎也就宣告了失败。毕竟油猪尖锐的獠牙杀伤力十足，一旦摆脱束缚，就会死守洞口，让花豹无机可乘。对此，花豹不敢掉以轻心，咬住油猪的面门，就是卯足力气往洞外拉拽。这也使得油猪即便用出洪荒之力，也都难以摆脱花豹的束缚。两者在洞口周旋了半天，结果油猪逐渐有些体力不支，被花豹趁虚而入，一口狠狠从巢穴里拽了出来。油猪不甘坐以待毙，立即释放神龙摆尾，企图将花豹甩开。岂料花豹趴在他的身上，如同一块狗皮膏药，怎么都挥之不去。这把油猪急得在原地连续转了10几圈都没消停，直至逐渐体力不支，才被花豹一记过肩摔，当场撂倒。这把花豹累的也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很快听到咔咔声，花豹就知道有人在拍照，于是赶紧抱着油猪，转头让摄影师给他拍的帅气一些。然而油猪此刻命悬一线，可没心情陪花豹整这玩意儿，使出吃奶力气就准备逃出花豹的魔爪。殊不知花豹招式五花八门，随即一个抱抱就挂在油猪的脖子上，玩起了花式锁喉。油猪慌的一批，想打又打不过，论跑又跑不赢。而更加棘手的是，此刻花豹的爪子已经将油猪翻出了白眼，只个0.5厘米的距离就能够到油猪的眼睛。这把爱装杯的油猪吓得顿时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花豹把控不好距离，瞬间让自己秒变瞎子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厄运专挑苦命猪。话说有打工豹的地方就有猎老二的存在，不论花豹身处何方，猎狗就像装了定位一样，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到具体位置。果然，正当油猪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猎狗出现了。猎狗看到油猪比看到自己老婆都还要高兴，毫不犹豫冲上去就将油猪的皮裤扯了下来。露出白花花大腿的油猪被吓得一脸不知所措，只要猎狗靠近上来，油猪就吓得不停地闪躲。猎狗也不管油猪乐不乐意，生拉硬拽就要拖着油猪回去掏心掏肺谈心里话。看来这下油猪是彻底回不去了。